最近科技圈有个事，真的看得小编心里特别感慨。早些年一直都是我们琢磨拆解国外的高科技设备，学习别人的技术和工艺，但现在风向彻底变了。日本作为公认的机器人强国，专门找了资深工程师团队，带着专业测试设备，让老牌科技媒体全程跟拍，认认真真拆解了一次咱们中国宇树科技的 J1 人形机器人。本来人家大概率是想来找短板、挑问题的，结果谁也没想到，整场拆解下来，专家们越拆越沉默，最后直接坦言，短时间内根本追不上中国的机器人技术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这件事发生在7月23日，日本日经 X-Tech 发布了完整的深度拆机视频，全程没有美颜滤镜，没有套路测评，就是实打实拆机器、测数据、看结构。要知道，日本一直号称机器人王国，精密制造机器人技术深耕几十年，工匠精神、精密工艺一直是他们的招牌。以前都是我们对标学习他们，这次他们抱着挑错的心态来测评，结果活生生上演了一出大型破防现场。整个拆机过程，画风从一开始的自信满满，慢慢变成全程惊叹，最后直接无奈认输。最先让日本工程师愣住的是谁都想不到的一个小细节——螺丝。工程师刚拧下第一颗螺丝，当场就忍不住感慨：中国的螺丝怎么拧起来这么顺滑？可能很多普通人觉得一颗螺丝而已，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可懂行的都清楚，精密设备里的螺丝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制造功底。螺纹的加工精度、表面均匀度、热处理工艺、公差控制，差一丝一毫，拧起来的手感、贴合度、稳定性都天差地别。过去几十年，全球高精度精密螺丝基本都是日本、德国垄断，业内公认他们的紧固件工艺最顶尖。结果现在，日本自己的工程师拆开中国机器人的螺丝，反而感叹我们的工艺更细腻、更丝滑，这真的是彻底颠覆了固有认知。螺丝只是开胃菜，越往下拆，日本团队越沉默。最让他们头皮发麻的是 J1 的脚环关节结构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和设计思路。J1 的小腿到脚掌完美复刻了人类真实脚踝的所有运动逻辑，普通人脚踝能做到的转动、屈伸、角度调整，它全部能精准还原，动作丝滑，没有一点顿挫感。背后的设计更是暗藏玄机，两台小型电机搭配两根金属连杆，多组精密轴承相互配合驱动，精准调整脚掌角度。最绝的是集成设计，把电机、减速器、编码器、驱动器四大核心部件全部压缩在一个巴掌大的模组里，而且所有动力线、信号线全部从关节轴心内部穿过，机身外部干干净净，没有一根杂乱裸露线路，布线规整度、空间利用率直接拉满。日本工程师反复暂停、慢放、回看结构，翻来覆去研究半天，最后不得不承认，这种集成设计他们很难模仿，因为日本同类型机器人都是零件分散拼装，体积大、重量高，故障率也更高，根本做不到这么极致的小型化、一体化。同样的功能，他们的设备体积要大一半，重量重1/3，成本更是我们的数倍，差距一目了然。继续拆解到电池模块，再次刷新了日方的认知。他们实测发现，J1 的电池体积特别小巧，但是输出功率极高，在轻量化和高性能之间做到了特别完美的平衡。懂机器人的都知道，这是行业最难攻克的矛盾点。想要动力强、输出高，就得装大容量大电池，机身就会笨重，影响灵活度；想要机身轻便，就得缩减电池，动力和续航就会拉垮。但宇树 J1 直接打破了这个僵局，整机自重仅仅35公斤，却能塞进全套感知、算力、动力、散热设备，还能实现高速奔跑、跳跃、自主起身，续航和动力完全不拉垮。日本团队现场核算，按照他们的技术路径和供应链水平，造出同等性能的设备，重量至少要达到45公斤以上，多出来的10公斤会直接导致能耗变高、续航变短、灵活度下降，连锁短板根本没法解决。最杀人诛心的还是成本和落地能力。这款性能拉满、工艺顶尖的人形机器人，起步价只要8.5万。反观日本曾经的王牌 Asimo 人形机器人，造价几百万美元，工艺老旧，成本高昂，根本没法量产商用，最后只能无奈退役。一边是天价实验室展品，一边是平价可量产、可商用的成熟设备，差距根本不在一个维度。
整场拆机测评结束，日本团队给出了最终结论，特别直白，特别扎心。现在的中国机器人早就脱离了只会展会摆拍、演示作秀的阶段，已经完全实现工程化、商业化落地。日本想要在短时间内缩小和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差距，基本不现实。宇树这边刚靠着人形机器人打服日本专家，转头又直接放了个大招，全新的 AS2W 机器狗正式亮相了。小编看完实测视频真的愣了半天，现在的机器狗都这么厉害了吗？我们平时网上刷到的普通机器狗，说白了就是个智能玩具，顶多在平整的水泥地上慢慢走，简单转个圈，但凡路面有点坑洼、碎石、陡坡，立马就卡壳打滑，动都动不了，更别说干点正经活了。但宇树这台新的 AS2W 真的完全不一样，它不是拿来摆拍表演的玩具，是实打实能闯野外、能干活、能扛造的移动设备。不管是平坦大路快速赶路，还是山里陡坡攀爬、碎石河滩涉水行走，各种复杂路况它都能从容应对，适应性真的远超同类产品。最震撼小编的就是它的悬崖俯冲动作，你敢信它能从坡度极陡的高崖上面直接稳稳俯冲下来，完全不带犹豫的。整个过程特别丝滑，机身自己感知地形，调整姿态，4条机械腿根据落差实时伸缩缓冲，不管坡面多陡，落差多大，落地都稳如泰山，不晃动，不翻车，全程可控。说实话，别说普通民用机器狗了，很多专业工业巡检设备都不敢做这么极限的动作，它的稳定性真的太让人意外了。而且这只是它的基本功而已，野外那种乱七八糟的碎石地、泥泞河滩、湿滑水路、崎岖山坡，这些都是普通机器设备的禁区，但对它来说完全不算事。踏水前行、爬坡越障，全程走得特别从容，像侧向翻转、空中转体这些高难度动作，它也能一气呵成，动作流畅度特别高，也难怪很多老外看完视频都忍不住感慨，从没见过这么能打的机器狗。很多人肯定好奇，凭什么它能甩开市面上所有的机器狗，差距到底在哪儿？核心原因特别简单，它解决了行业多年的两难问题。以前的轮式机器人跑得快省力，但烂路完全走不了；足式机器狗越障强，适配地形多，但是速度慢，耗电高，这两种形态一直没法兼顾。而这次全新的 AS2W 直接把两种形态的优点揉在了一起。在年初爆款 AS2 的基础上，它把足底软垫换成了7英寸专用轮胎，同时把关节电机从12个升级到了16个。你可别小看这2处改动，整机的动力逻辑、姿态控制、运动上限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。动力方面的提升也是实打实的，它的最大关节扭矩做到了95牛米，最高速度能跑到6米每秒，日常巡航速度稳定在3.7米每秒，不管是赶路巡检还是跟随出行，速度完全够用。像80厘米的高台、45度的陡坡，这种普通人看着都陡的地形，它轻轻松松就能爬上去，野外通行能力真的很能打。机身自重涨到了25公斤，看着更扎实稳重，负载能力也跟着大幅升级。静态站立的时候，最多能扛150公斤的重量，撑3个成年人完全没问题。日常持续干活也能负载16公斤，平时户外徒步、爬山、背包、帐篷这些重物全都能扔给它，厂区巡检、野外勘探，工具物资也能让它搬运，真的是贴身随行的得力帮手，能实实在在帮我们减负。续航方面，它空载平稳行驶，能连续跑3个多小时，里程超30公里，就算带着重物持续作业，也能稳稳跑2个小时，16公里以上。同时，它也特别耐造，完全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设备。整机 IP54 防护，日常灰尘、小雨、湿滑路面都不用怕。工作温度从零下20度到55度，夏天暴晒，冬天严寒，各种恶劣户外环境都能正常开机干活，环境适配性真的很强。这次宇树还推出了 X 版和 EDU 版2个配置，一个偏向民用户外日常随行，一个偏向高校科研、工业巡检、应急救援，不同需求都能满足，直接补齐了自家小型轮组机器人的产品空白。说句实在的，现在的国产机器人早就没有以前只会模仿、只能做低端代工的影子了，不靠噱头炒作，不玩 PPT 概念，每次升级都是实打实的性能优化，实打实的落地体验。从能让日本认输的人形机器人，到能闯悬崖、能扛重物的全能机器狗，我们真的能明显感觉到，国产机器人已经稳稳走在了世界前列。
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